梅花易数第9章断战总诀。这个梅花易数呢，算是易经占卜里的一个流派，对，一个很实用的流派。梅花易数它是怎么预测事儿的？基本原理是啥？核心方法有哪些？看看这古老的智慧怎么看透事情的走向，看看对咱们现在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启发。这个第9章啊，确实是梅花易数的关键。它把易学的基本理论，比如八卦、五行什么的，和具体的预测实践给连起来了。梅花易数它不是迷信，不是瞎猜，它是一套基于象数逻辑的推理系统。他觉得吧，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事情发生前一般都有征兆。卦象就是解读这些征兆的符号。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看天上的云，感觉要下雨了，看云识天气。所以这一章的价值在于，它系统的讲了那个体用互变的核心法则。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关键，还要怎么结合五行、生克啊、旺衰啊、外应啊这些来做一个综合判断。咱们就按资料的思路，从基础开始，一步步来。那先从最基础的八卦聊起，这就像学外语，得先认识字母。资料里提了2个关键概念，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悬？这俩有啥不一样啊？可以这么理解，它们是2种不同的排序逻辑和用途。先天八卦就是那个乾1对2离3，一直到坤8的顺序，这个顺序好像是固定的，相对不变的那个本质规律。说像种子，先天卦决定了它到底是个花种呢，还是个草种，它的根本属性，所以它常常用来判断事物的根本性质。那个所谓的逆数也能理解成从结果往回倒推根源的逻辑。先天是看底子，那后天八卦呢？后天八卦像那个震东、离南、兑西、坎北的排法，就更像是使用说明书，或者说运行环境。它排的顺序是按照春夏秋冬这个自然变化的逻辑来的，对应的是现实世界的方位啊、时间啊这些变化。它决定了这颗种子在现实环境里它怎么发芽、怎么生长，会受到哪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先天看本质，后天看实际应用和发展，这个区分很重要。那资料里还有个挺好玩的说法，把八卦比作一个8口之家，乾是爸爸，坤是妈妈，震是老大儿子。这个除了方便记，有啥用吗？用处大着呢，这不光是个记忆口诀，它直接就能用在占卜里。比如你想问长辈的健康，那你是不是得重点看代表父亲的乾卦和代表母亲的坤卦？要是关心孩子学习，那可能就得看看代表长男的震卦或者代表长女的巽卦。他就把抽象的卦和具体的人给联系起来了，这就引出八卦的象意了，是吧？就是每个卦代表啥意思？核心就是象意。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说每个卦都对应着身体部位啊、自然现象啊、动物、物品、人的性格，简直就像一本符号字典。比如乾代表天、马、金属，还有头；坤呢代表地、牛、布，还有肚子；震是雷龙、搅动；巽是风、鸡、大腿、静乳；坎是水、猪、耳朵、危险；离是火、野鸡、眼睛、光明；艮是山、狗、手、停止；兑是沼泽、羊、嘴巴、喜悦。理解这些象意是解卜卦的基础。比如说你占卜找东西，卦里出来个艮卦，艮代表山，也代表停止，那可能就提示你东西在某个不常动的地方，比如柜子角落、墙角啊。那要是出现坎卦呢？坎是水，坎代表水，也代表流动、显现，那可能就暗示东西在潮湿的地方，或者说东西已经被挪动过，不在原地了。这些象意就是卦给你的线索。字母八卦咱们认识了，接下来就该学语法了。资料里花了好多篇幅讲那个体用互变，说是战断的万能公式，这个绝对是重点中的重点。重头戏来了，来，咱们拆开看看体用互变这4个字到底啥意思？这个是分析卦象结构的一个核心框架。简单说啊，体卦就是代表你自己或者你关心的那个核心事物，比如你的运势怎么样啊，公司发展怎么样啊，它是相对静态的，是核心主体。体卦是我自己，那用卦呢？用卦就是代表影响你的那些外部因素，或者是你具体问的那个事儿本身，比如口试难不难啊，市场反应怎么样啊，合作方靠不靠谱啊，它是动态的，是来作用你的一方，动态的、外部的。然后是互卦，互卦代表事情发展中间那个过程，或者是一些内部的状态、隐藏的因素，就好比说你创业中间遇到的困难啊、机遇啊这些过程和隐藏因素。那最后那个变卦，变卦就是事情最终的结果或者未来的发展趋势。体用互变，那在一个具体的卦里，我怎么知道哪个是体，哪个是用呢？就看动爻，就是卦里面发生变化的那一爻，阳爻变成阴爻了，或者阴爻变阳
阳爻了。一般情况下，哪个卦里有动爻或者动爻比较多，那个卦通常就是用卦。为啥？因为它代表了变化作用力嘛。那个不动的卦就是体卦，代表相对稳定的主体。资料里举了个例子，叫泽火革卦，那个卦是下卦离卦有动摇，所以离卦就是用卦，代表外部的变化。上卦那个兑卦没动，它就是体卦，代表自己。看动摇来分体用，但我看资料里还分得更细，说什么体之户和用之户，这又是什么？更复杂了。这个是为了分析过程能更精细一点。户卦本身是由本卦中间那4个爻组成的2个小卦，叫下户和上户。如果你的体卦是在上面那个卦上卦，那上户卦就叫体之户，代表跟主体自身相关的中间过程。下面那个下户卦就叫用之户，代表跟外部因素相关的中间过程。反过来也一样。它实际能看出什么差别呢？差别能看出来的，比如观梅占的例子，同样是看到梅花开了，起了个横卦，但是因为占卜的人不一样，主体不一样。邵雍他自己占，他是老人，对应乾卦是体卦。他看到旁边有个言轻女子也在看，那要是替女子占，少女对应兑卦是体卦。这样一来，虽然本卦变卦可能都一样，但他们看到的中间景象，也就是互卦代表的那个过程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邵雍自己占体之户是乾老人，他看到的是老人折化；替少女占呢，体之户是兑少女，看到的就是少女折化。这就说明主体本身的性质不同，他经历的过程细节也可能不同。这个细节差异是通过体之户、用之户来看的，体用户变是分析框架。那最关键的，怎么判断吉凶呢？资料里一直强调要看五行生克，这应该就是那个公式的关键部分了。这个是核心判断依据。首先你得记住八卦对应的五行属性，乾兑是金，震巽是木，坎是水，离是火，坤艮是土。然后就用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来判断吉凶。相生就是好的，相克就是不好的。大体上是这样，相生比如金生水，水生木，这些代表有促进、有帮助、有利。相克呢，金克木，木克土，这些代表有克制、有阻碍、不利。那具体怎么看？是用生体好，还是体生用好？关键要看对体卦的影响。记住这几条核心规则。您说。用生体，这是最好的情况。外部环境或者你问的那个事来帮助你，来生你，这叫生我合为父母，助力强，事容易成。用生体即体克用，这个是刺激，代表你能克服外部的困难，或者你能掌控局面，事儿也能成，但需要你付出努力去克它。体用比合，就是体卦和用卦五行相同，比如都是金或者都是木，这代表比合，事情比较顺利，波折不大，同伴多。比合顺利。体生用，这个就不太好了，代表你需要付出很多，消耗自己的力量去促成事情。所谓我生者为子孙，是好谢，事情可能难成，或者就算成了也得不偿失。用克体，这个是最凶的，外部环境或者所转之事来克制你、打击你。所谓克我者为官鬼，阻力非常大，事情通常比较凶险。用克体最凶，用生体，体克用，比合体生用，用克体。但这只是第一步，还要看互卦和变卦。对过程和结果，它们怎么影响判断？互卦代表过程嘛，如果互卦来生体卦，那说明过程中有助力，比较顺利；如果互卦克体卦，那过程就比较艰难。变卦代表最终结局，变卦生体卦结局就好，变卦克体卦结局就差。变卦要是跟体卦比合呢，结局也还不错，圆满或者维持现状。泽火革变泽山咸的例子就清楚了，体卦是兑金，用卦是离火，离火克兑金，用克体，所以一开始就不好，有凶险。这是第一层判断，然后看过程，也就是互卦。资料原文对互卦巽木和乾金组成的解释说，导致了伤骨，这说明中间过程确实不顺利，有损伤，受伤了。最后看结局，变卦是艮土，艮土生兑金，体卦，土生金，这叫变卦生体，说明最终能得到生助，有救，所以断它不至于死。你看这个逻辑链，遇险用克体，中间受伤，互卦显示过程波折，最后获救，变卦生体。还有一个买房子的例子，体卦乾金自己，用卦坤土，房子坤土生乾金，用生体，这是好事啊，有利的信号。但互卦是巽木，资料解释说可能手续麻烦，是不是因为巽木克了用卦坤土，或者巽木耗了体卦乾金，反正是中间有点小麻烦，有可能过程有点阻碍。但最后变卦是乾金，跟体卦乾金一样是比合，结果是好的，所以结论就是这房子可以买，中间可能有点小波折，但最后能顺利拿下。这两个例子都很好的展示了怎么结合体用互变这4个部分的深刻关系来一层层分析判断。资料还提到
到起卦时的动静状态也影响事情快慢。比如你起卦的时候，周围环境很嘈杂，或者你自己正在走路，或者卦里面的动摇比较多，这些动向通常预示事情来得比较快。反过来，环境安静，你坐着不动，卦里没动摇，或者只有一个动摇，那事情可能就慢一些。资料也特别强调了，不能死板的套用深刻规则，要辩证的看，这个好像很重要，不然容易判断错。非常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从入门到进阶的一个坎儿。这就是所谓的要区分真生克和假生克。真假？生克还有假的？不是说生克关系是假的，而是说它的影响程度、性质有实质性的和象征性的区别。不能一看到克就觉得天塌下来了，一看到生就觉得万事大吉。您给举个例子，比如火克金。好，比如你的体卦是金，你遇到的是熊熊燃烧的炉火或者一场大火，这个火是真的能融化金的，这就是真克，那确实凶险很大。真火。但如果你只是看到一块红布或者一盏灯光，按五行来说，红色灯光也属火，但这种火它能把你的金怎么样吗？不能。它只是象征性的带点火的象，或者说能量很弱，这就是假克，它的影响就小很多了，可能顶多就是让你有点小不顺心，或者跟红色有关的一点小事儿。克还有强弱虚实之分，那生呢？生也是一个道理，比如体卦是金，你遇到一大片田地，肥沃的土地，真土，土生金，那个生助力量就很大。但如果你只是旁边放了一块小瓦片，假土，它那个生金的力量就微乎其微了。所以核心就是要结合实际场景，判断这个生克是实质性的影响，还是表面的象征性的。这个辩证的思路太重要了，不能机械套用。资料还提了另一个影响判断的因素，叫体用衰旺，这个是看卦本身强不强。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器。简单说，就是看体卦和用卦在占卜的那个时候，得时还是失时，是强还是弱。这个强弱怎么看？五行在不同季节有强弱。夏天火最旺，土也跟着旺，金死，水求，木休。秋天金最旺，水开始有气，木死，火求，土休。冬天水最旺，木开始有气，火死，金休。还有四季末，就是辰戌丑未这4个月，是土最旺的时候。看季节定旺衰，那这个旺衰怎么调节生克结果呢？它就像是吉凶的放大器或者缓冲器。你想想，体该旺，但是被用卦克，虽然有克，但我自己很强壮啊，能扛得住，所以问题不大，可能就是有惊无险或者困难能克服。体旺不怕克，体卦衰又被用卦克，本来自己就弱不禁风，还被人打一拳，那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很难承受，凶上加凶。体衰怕克，体卦旺又得到用卦生，本来就强，还有人来帮我，那简直是锦上添花啊，好事来得又快又大。旺而得生，大吉。体卦衰，但是得到用卦生，虽然有人来帮，但我自己底子太差了，这就像雪中送炭，能救急，但想恢复元气或者成大事儿，过程会比较慢，效果也有限。衰而得生，有救得慢。对，你看资料里举那个冬天感冒的例子，体卦是离火，代表自己冬天是水最旺火最衰的时候，所以体卦衰。用卦是坎水，代表疾病寒冷，冬天水旺，所以用卦旺，用卦坎水克体卦离火，而且是旺克衰，所以病得很重。但例子接着分析了互卦和变卦，互卦是艮土，土能克水，用卦这可能代表吃了药或者自身抵抗力起作用了，克制了病邪。变卦是离火，和体卦比合，代表最终能恢复，所以总和判断就是病得很重，旺克衰，但能治好，互卦克用，变卦比合，只是因为体卦本身衰弱，恢复的过程会比较慢。你看，这就把生克和旺衰结合起来看了。这个例子把旺衰的作用讲得很透彻。除了卦本身，资料还提了个外因，就是起卦时候周围发生的事儿。这个听起来有点神。这个确实是梅花易数里比较有特色，也比较神奇的一点。古人认为啊，你心念一动，想起卦的时候，那个时空环境里偶然发生的事儿，比如你听到了什么声音，看到了什么景象，都可能带着和你要问的事儿相关的信息。心念一动，信息就来了。对，所谓吉凶生乎动，有动就有信息。外因就像是给你的一个辅助信号，或者说是对卦象信息的一种印证或补充。如果外因显示的吉凶和你从卦象分析出来的吉凶是一致的，那就等于加强了这个判断。比如你算出来是吉卦，正好外面有喜鹊叫，那可能就更吉了。那要是相反呢？算出吉卦，听到乌鸦叫，那就可能预示着好事多磨，或者吉里面藏着点不顺。反过来，算出凶卦，但看到吉利的外因，比如有人送来好东西，那可能就是凶中有救，或者事情没那么糟。外因
音可以帮你微调判断的程度。还有个坐端之觉，看8个方位的东西吗？那个更具体一些，就是以你自己坐的位置为中心，看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8个方位出现了什么东西，然后根据这些东西的五行属性和它所在方位对应的那个卦，也代表相应的家庭成员的五行，看他们是相生还是相克，来辅助判断人事。比如说，我想问我妈的健康，我妈是坤卦，在西南方，我就看我家西南角放了啥。对，比如西南角正好堆了一堆木头家具，木克土克坤卦，那可能就不是好兆头。如果放了个红色的灯，火生土生坤卦，那可能就是个有利的象。当然，这个也要结合卦上来看啊，不能单凭外因下结论。这么多理论技巧，感觉信息量好大，有没有一套比较清晰的操作流程，能把这些串起来？我看到资料最后总结了一个战断4步法，这个4步法就是帮你把前面讲的这些按部就班的用起来，很实用。那咱们过一遍。第一步是啥？第一步，定体用。拿到一个卦，先根据动摇分清楚哪个是体卦，代表你自己或核心事物，哪个是用卦，代表外部或所占之事儿，这是分析的基础，不能搞错。定体用。第二步，看生克，分析体卦、用卦、互卦、变卦这4个部分之间的五行生克关系，用我们前面说的规则，用生起吉，用克体凶等等，初步判断整个事情的吉凶方向，过程顺不顺，结果好不好。看生克定吉凶。第3步，查衰旺，结合你起卦的那个季节，判断体卦、用卦这些卦的五行是旺还是衰，用旺衰来修正第2步得出的吉凶程度，旺克衰就更凶，衰得生就没那么吉等等。查衰旺定程度。第4步，断应期，综合运用卦气，就是起卦那个时间的约年日时的天干地支五行、卦数、先天八卦数加上动摇数等算法，还有起卦时的动静状态，来推断这个事情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或应验。定体用，看生克，查衰旺，断应期，这4步走下来，一个卦的分析就比较完整了。资料里好像用了求职和求财的例子来演示，用天泽履卦占求职，还有水火既济卦占求财，把这4步完整的走了一遍。比如那个求职的例子，秋天占的天泽履，下卦对动，第1步下卦对动为用卦，代表工作机会；上卦乾不动为体卦，代表自己。第2步体用都是金比合，基本顺利。互卦是离火，火克体卦乾金，说明过程有阻碍，面试难。变卦是乾跟体卦比合，结果好。第3步秋天占金当令，体用都旺，虽然互卦离火克体，但体卦旺能扛住克，所以困难能克服。第4步再结合卦气、卦数推断具体哪个月或哪天能定下来。你看这个流程就很清晰，确实像个傻瓜式流程，能把复杂问题条理化。关于最后那个应期判断，资料好像还补充了更具体的规则，叫克应之诀。对，那个是对应期判断的进一步细化。能稍微展开点吗？它主要是根据你问的事情的性质，是长期的事儿，还是中期的，还是短期的，还有卦象本身的一些特点，来选用不同的方法推算应期。比如像盖房子、结婚这种比较长远的事儿，可能就以年为单位来定应期；考试、找工作这种中期的事儿呢，可能就以月或日来看；找个丢了的东西或者临时做个小决定这种短期的事儿，可能就看日或者时辰，按时间长短定时间单位。还有比如你算出来是吉事，那应期可能就在生柱体卦或者跟体卦比合的那个五行所对应的月年日时；如果是凶事呢，应期可能就在克体卦的那个五行对应的月年日时。如果没有明显的生克，就可能看卦数或者看中间状态对应的日子等等，方法比较多，也比较灵活。明白了，应期判断也是个综合活儿。听了这么多啊，感觉梅花易数这套东西，它底层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想告诉我们什么？对咱们现代人来说，除了满足一下好奇心，它真正的价值在哪儿呢？资料最后也总结了，我觉得有3个核心思想挺重要的。第一个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他相信天地、自然、人之间信息是相通的，是相互感应的。卦象就是古人用来捕捉和解读这些宇宙自然信号的一种工具，天地人相通。第2个是它里面充满了辩证思维，你看它讲生克、讲旺衰都不是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它强调要动态的、全面的看问题，理解事物发展往往是曲折变化的，有利有弊，要求你活法
法取用，不能死板。辩证的看，不绝对化。第三个是非常实用至上，它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玄谈，而是为了趋吉避凶，帮助你在现实生活中更好的做决策，把握时机，看清趋势，然后顺势而为。天人合一，辩证思维，实用至上。这么说来，它的价值可能并不在于告诉你一个板上钉钉的命，而在于提供一种分析问题、观察世界的独特框架。我觉得是这样，它的智慧在于提供一种分析和思考的模式，你可以尝试把它的逻辑用到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上。比如你要考虑跳槽，你可以试试用这个框架，把体卦看作你自己、你的能力、意愿、现状，把用卦看作那个新机会、公司的状况、职位要求、发展前景。互卦呢，就是这个跳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啊、挑战啊，还有潜在的机遇。变卦就是你预想的，如果去了，最终可能的结果。然后用生克旺衰来分析，看看这个机会用卦和你体卦之间是生还是克，是它成就你，还是你需要去克服它？再看看你自己现在是旺还是衰，精力充沛还是身心俱疲？市场大环境也可以看作用卦或外部因素的旺衰是好是坏。这么一分析，是不是比光凭感觉做决定要更全面、更深入一些？可以用在职业规划、投资决策上，甚至处理人际关系，看看我和对方的体用关系是生我多还是克我多，现在我们俩的状态是旺还是衰。的确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模式，关键是运用它那种观察联系、评估利弊、判断趋势的智慧。核心不是去迷信那个预测结果本身，而是通过这个分析过程，让你对事物有更清晰的认识。学习的时候抓住那几个核心就行了吗？体用互变、五行生克、辩证思维，抓住这几个骨架，然后多结合实力去琢磨、去感顾，一定要避免机械的套用规则，忘了看旺衰，忘了考虑外因，或者单凭一个卦象就下结论。资料里那些比喻其实挺形象的，像什么拍电影啊、人际关系啊、手机电量啊、快递配送啊，这些比喻能帮我们把那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变得更具体、更容易理解。今天咱们真是深入地聊了聊梅花易数的第9章的核心内容，从八卦的基础到体用互变这个万能公式，再到五行生克、旺衰、外因、阴期这些判断技巧，还有它背后的哲学思想和对我们现代生活的启发，感觉收获特别大。确实内容很丰富，它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观察世界和分析问题的视角，提醒我们要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关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还要看清楚自己在变化中的位置和状态。我觉得梅花易数的魅力可能真的不在于它算的有多准，而在于它提供的那种看得透的可能性，看透事物的本质，看透发展的趋势，也看透自身的条件和状态。这让我想起资料最后引用的邵雍那句诗：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好像就是在说万物一体，关键还是要反观自身。正是此意。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吧，在你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中，下次再遇到某个让你困惑的问题，或者需要做一个重要选择的时候，你能不能也试着带入我们今天聊的这种体用、生克、旺衰的辩证视角，去重新审视一下它呢？不一定是为了预测未来会怎样，而是为了能更清晰地理解当下，理解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也许你会发现一些之前完全没注意到的联系和可能性呢。这个启发非常好，用一种新的框架去审视老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希望这次对古老智慧的探讨能给您带来一些新思考角度。咱们下次再见。